一年一度的银河季开始了，我一个人在海拔3000公尺的合欢山待了3天3夜，带上智慧型望远镜，天气也对我很好，给了我3个晚上晴朗无云的星空。想看我拍了什么，就继续看下去吧。Hello， 大家好，我是米拉爸。今天是3月15号晚上10点。我今天要做一件我一直以来都很想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要去合欢山上拍星星。当然，我以前一定有去拍过啦，只是这次不一样的是，我想要在上面待个3天2夜之类的，这是我从来都没有做过的事情，而且是自己一个人开车上去。那现在10点的话，我预计上到武岭那边，应该已经1点到2点之间，以我开车的速度的话，哇，好紧张哦！出发前的最后一次采买。米拉爸是3湾人啦，这间全联是3湾去年才营业的，几乎可以算是一把3湾再次拉进都市一点。什么？你问3湾是哪里？我在3湾的全联采买完了，然后简单大家看一下我带了些什么东西。床啊，我已经事先铺好了，因为我昨天有做了一些准备，就把它都弄完。然后准备了一些食材啊，移动电源，还有一堆脚架，还有我的那个简单的赤道仪，剩下都是一些吃的，还有我妈送给我的吃的东西。现在没有一个很好的收纳的地方，然后这边床我铺好了，这边还有准备的锅子，真的是准备的蛮充分的。这次只有我一个人去，所以连副驾我都塞得满满当当，我的相机啊，还有一些零食这样子。那我们就慢慢出发吧。之前有观众想要知道这台德沃夫3去到光害少的地方能拍出怎么样的照片，其实不只是他，我也非常想知道，而且我还另外挑战了2项目标。这几天也是接近没有月亮的时候，只要没有云的话，就会是完美的拍摄时机。但开着开着还是遇到了大雾，稍微担心了一下，好险似乎只是低云。为了这次的合欢山拍摄，我可是做了不少研究才上山，像是要用什么方式拍摄以及后置的可行性研究。影片看到后面一起来看成果吧。Hello， 现在1点17分，已经到武岭那个牌楼前面了。我想说这一天还是先在这个地方比较熟悉，也比较安全，然后车就停车场，然后我的战斗帽也戴起来了，先出去看一看。刚刚已经有看到有人在那边拍照了。刚刚上来的时候，一路上可能是明天是礼拜1的关系，所以其实几乎都没什么车，大概只遇到5、6台车而已吧。然后现在这个停车场也没有很多车子，时间还有，因为银河还没有出来，我们就先看看，到处看看好了。这个季节，除非是要拍照的，不然真的是太冷了，气温大概3度或是更低吧。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停车场的情况。我是用慢快门，所以会比较糊一点，见谅一下，看一下，好像就除了我，好像就2、3台而已。现在显示还有49个位置，先去这个武岭的观景台拍一张纪念照吧。这个武岭牌楼也是所有台湾人共同的记忆。现在去到这种景点，我都会看一下即时影像，还蛮有趣的。这座是合欢山东峰，可以看到银河已经在右下角慢慢升起来了。我之前印象中到武岭就可以走路去石门山，我还误会这座是石门山，想说怎么没有看到步道。这次也真的让我更认识了合欢山。离日出的时间大概还有4个小时，但实际能拍的时间是比想象中还要短的，因为要把握银河横躺的高度，适合构图的时间可能只有1个小时。我带的器材主要有一台德沃夫3，还有2只手机，还有一台正在录影的单眼。其实这种银河主题很少人有现场的影片，真的就是因为低光源录影的门槛很高，而且在这么冷的环境下，要同时录影跟拍照也是弄得我手忙脚乱的。经过2个月的熟悉，
现在这个对极轴的操作我已经驾轻就熟了，拿出手机确认方位及倾角，现在我完全都不需要看天空就可以对极轴了。有时候蹦一次的尝试就可以只差1度，真的就好像打高尔夫一杆就快进洞的感觉。反而是什么时间有什么目标是适合拍摄的，还需要经验。虽然在 App 中会有今晚的建议目标，但其实有更多更适合的不在上面，所以就参考就好。我现在都是直接请 AI 帮我推荐。现在我的 The Wolf 3已经设定好了，就先让它拍。这次我还特地买了有红光的头灯。至于为什么要用红光，主要是因为人眼在适应黑暗后，如果用白光的话，它会破坏掉适应后的夜视能力。如果是红光的话，它对视网膜的刺激比较低，就可以维持适应夜视的能力了。好啦，我也是现在才知道为什么。这次拍摄主要有3个目标，第一个是尽可能在这段时间用 The Wolf 3拍摄真空天体照，第二个是挑战拍出没有人拍过的 iPhone 银河美照，第3个是挑战用手机拍摄出绝美的银河地景，保证手机拍出来的照片绝对让大家惊艳。这一集就先聚焦在 The Wolf 3这台小型智慧型摄影机在这个环境下能拍出什么照片吧。好了，我们简单看一下这几天拍的好了。那这边就大概是我那天拍的，我们就简单看一下下。好，我们先看第一个，这个是我那个时候请 Gemini 帮我推荐的拍摄目标，它是3列星云，这是宇宙中少见的复合型星云。它现在看得到上面是粉红色，下面是有点青绿、青蓝色这样子，但是这个目标其实蛮小的。也蛮暗淡的，所以其实不是很好拍。然后下一个风车星系，然后这个风车星系是之前在市区的时候我也有拍过，那它是一个巨大正面的螺旋星系，你看它那个螺旋的盘面是面向我们，所以其实看得蛮清楚它这个旋臂的结构，但因为它也是蛮暗的啦。然后我们就可以看一下这个之前我在市区拍的时候，它大概那个时候我拍出来是长这样子，左边是新拍的，右边是旧的，可以看得到细节就是差蛮多的，清楚了很多。好，下一个码头星云好了，这张是新拍的，那之前上次拍的是像这样子，也可以看到那个细节也是好很多，甚至这边还有一些细微的什么宇宙尘埃吗？反正就是有一些反光的点都看得到了，然后这边有一些红色的云气也都明显的起来，然后旧的这边有一些你甚至不知道它到底是热噪讯还是什么其他的东西。码头的部分之前的也比较脏，那现在新的就蛮干净的，然后火焰树的部分也是清楚了很多，但坦白讲我还是觉得可能还是要再曝光久一点，就还是看得到，因为这是有经过重度的去杂讯，我觉得还是改善的空间蛮大的。再看到的是这个是 N7， 那个时候我只是觉得说，这边好像看起来有一个目标，那拍下去这张其实拍的时间非常短，但是它其实这个疏散星团的这个部分就蛮清楚的，那时候就只是想说试看看而已。因为我比较喜欢是拍有颜色的啦，这个就只是稍微拍一下。然后再下一个，这个 M8 的焦湖星云，这个是夏季银河里面最亮最大的发射星云。然后这张我曝光了非常久哦，我看一下，这张我曝光了4050秒，4050秒大概就是大概1个小时。上次去2集团的时候破了大概20分钟嘛，这个是多了3倍的时间，可以看得到细节。这张其实细节就还蛮好的了。好，下一个是猎户座大星云，哇，这个
是每个人都会拍的目标，因为它就是冬天最亮的星系吧，而且它拍起来它的特色非常的明显。然后这是之前我拍的最好的一次，拍出来就是你可以感觉到周遭好像有东西，又好像没有东西，因为主要还是在看这两个猎户座大星云跟这个跑跑人。这一次拍的话，哇，整个细节完全是不同等级，这个跑跑人也非常的清楚，甚至连周遭的这些尘埃都拍得蛮清楚的。而且这张我蛮惊讶的是，这张我曝光的时间其实没有我想象中的久，这张曝光2250秒，然后我那时候想说窄屏滤镜里面可能细节会更突出，所以窄屏滤镜我曝了4410秒，比它多了1倍，但是反而周遭的云气这些可能都是不在这个窄屏滤镜的频段里，所以周遭的云气反而看不出来，在天文滤镜一般的上面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那这张如果之后把这边都再曝光更多时间，这张就可以完美的下课了。再下一张 M81 波德星系，这个 M81 跟 M82 啊，它这个螺旋星系，我看其他人的都是拍得好的话，它会有一个不同的颜色，然后中间这个也会比较明显。那我不确定是不是我曝光时间还不够久，或是这个器材它的极限就到这边。总之，我觉得这个虽然我觉得我曝光蛮久了，但是还是有蛮大的进步空间。但因为上半夜的话，其实没什么目标好拍，所以上半夜很多时间都是把它分配给这个 M81、M82，所以以后应该是蛮容易累积更多时间的。好，下一个这个 NGC6144，其实这个只是测试而已。看看这边有2个超级大的星团，这个是6144吧，这个也是蛮致密的星团，但是这个我主要是想要测试看看星空调色盘在哪里，所以我定了星空调色盘的中间。然后后来拍完之后，我才发现这是网络上其他人的星空调色盘。我刚刚这个构图只有在这边中间一点点，这个星空调色盘的范围很大，所以以德 Wolf 3来说，它的焦段太长了，并不太适合这个目标。那我们就跳下一个 NGC6530，其实就是 M8 了，它应该算是中间这个疏散星团吧。但那个时候我不太确定，我就是输入了目标，所以后来才发现，这不就是 M8 吗？才发现这个6530就是在 M8 里面。这个天文学我还是其实不是非常的了解，我也才刚入门而已，边拍边学习。补充一下，还有一个半人马座 A。它大概长这样子，看起来就是有一个星团，然后中间有个裂缝，但是看起来不是很清楚。因为我拍摄的时候看到这个在画面的比例，我也傻眼。看原图的比例大概是这样子，它就只有在中间小小一点，所以以这个德 Wolf 3的焦段来说是不太够用的，可能要再更长焦一点才可以把这个拍的细节拍得好一点。那以上就是我这次用德 Wolf 3拍的一些目标，也是累积了不少经验啦。下次就会更知道说我可以怎么样更合理的分配时间。然后下一集的话，就可以看到我挑战用 iPhone 拍出最漂亮的银河照，我保证是你从来都无法想象的哦。请记得下一集一定要收看哦。好，我是米拉爸，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哇，4点人突然变多了。不知道是不是民宿睡起来准备看日出的。趁现在有人打灯，看一下这个情况。车子越来越多了，哇，终于可以进车子稍微休息一下了。4点10分，真的是忙不停，根本没有休息的。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好冷哦。这个影片拍摄真的不容易。而且我还要换镜位什么的。如果觉得米拉爸的影片还不错的话，帮我订阅、按赞、加分享，谢谢。哇，早上5点46，车子都来了，全满，快要全满了。哇，好久没来看了，超美。
哇，我刚上厕所回来才注意到，这是冰块耶，这是冰诶。昨天好像零下3度，这是冰块耶。可惜湿度不够，没有下雪，但也好，比较安全。